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鱼儿。前面给大家分享了2期 Midjourney 的一个教程大家可以看到我指的这一个是说的一个 Midjourney 的绘图的一个8大要点然后昨天呢给大家分享了 Midjourney 的一个功能介绍和一个简单的画一只猫。那么通过这2个教程的话，相信我们的新手朋友们对 Midjourney 绘图的话有了一个基础的一个认识。那么本期的话，主要给新手朋友们分享一下 Midjourney 的一些常用指令该如何使用。那么话不多说，我们今天就直接上教程。通过昨天的一期视频呢，大家知道在这里添加一个斜杠点一个 image， 在这个 prompt 后面直接输入一个提示词，那么就可以轻松的简单的画出来一幅图。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个 prompt 的这一个结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来到一个官方的一个页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来到一个官方版本的页面。那么我们现在来到官方首页的一个页面，我们看一下官方是如何来解释这个 prompt。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在这里我们很清晰的看到3个颜色，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 prompt 的话，它是由3个板块组成。第一个绿色的板块呢，它就是一个图片的一个链接我们可以直接放入一个图片的链接，放到在这个第一个板块。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个 PNG 和 GPG， 我们的一个链接只要是 PNG 或者 GPG 结尾的，就可以直接放到这里。如果不是这个结尾的话，那么你这个链接放进去是不可以的。那么第二个板块呢，就是一个蓝色的一个板块，这里呢就是一个提示词，也是我们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因为我们平时在描述一个东西的时候，那么它的描述就是相当的关键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我们可以直接输入我们的一个英文描述词在这个板块。第3个橘色的板块，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呢是一个参数的设置比如说我们图片的一个长宽比，或者说我们的一个清晰度你是需要 4K 8K， 或者是通过哪个引擎来生成图片。那么这些参数最终会决定我们生成图片的一个效果。那我们再来一起总结一下3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呢是可以填也可以不填的，它不是必填块。第2个板块蓝色的板块它是必须填的。第3个板块是根据你的需求来填。这里呢就是对这个 prompt 一个基本的解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用这个 prompt 来生成一些更符合我们要求的图片。同样我们打开我们的 Discord， 在这个对话框里面输入一个斜杠点 image， 在这个 prompt 后面输入一个提示词。同样我们还是用我们的一个翻译器来翻译成英文。我们这里输入一只吹笛子的狗狗在后面我们复制一下，把它输入到我们的这个提示词的这个框框里面。我们点击一个回车正在等待，稍等一下，速度还是蛮快的已经在开始给我们做图了。大家可以看到 Midjourney 绘图的时间非常的快你看这一张吹笛子的狗狗就已经出来了，而且是4种不同的狗大家看一下，风格都不一样。在这里的话，大家可以看出来这几张图片我们是没有经过任何的一个参数设置，我们只是给了它一个描述词，它生成出来的图片呢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是系统自定义生成出来的一个图片。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大小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一个1:1一个正方形的一个图片。在这里的话，如果说我们想要改变它这个图片的一个长宽比，比如说我不想要这个正方形的，我想要其他的一个比例，该怎么办呢？在这里呢，这个 Midjourney 它也是解释该怎么样，有一些教程该怎样去设置它的一个长宽比。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里纵横比我们点开，再点一下。如果说我们想要设置一个比例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有一个需要添加一个杠杠 AR， 在这个杠杠 AR 后面填上你的一个比例，比如说4:3、7:4。在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它这里写了杠杠 AR 参数更改生成图像的纵横比，纵横比是图像宽高比，那它通常表示为用冒号分割的2个数字，比如说7冒号4 4冒号3，就是7几比几几比几的一个意思我们这里再来演示一下，打开我们的那个，同样呢我们还是以这样一只吹笛子的狗狗来举例，点斜杠 image， 在这个里面输入我们的一个提示词。那么在这里我们就要注意了那么在输入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了，我们要在这个后面加
加它的一个比例，让它生成一个我们想要的图片。那么这里不是直接就输入啊多少比多少，我们需要点一个空格键，点杠杠，然后英文 AR， 再点一个空格，多少比多少。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一个长宽比16:9，同样我就发送了，大家看一下会有什么变化。它已经慢慢的变清晰了，看一下马上要好了 ，OK 了。在这里大家能看到，这是我刚才的一个提示词啊，一只吹笛子的狗狗。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比例杠杠 AR 一个参数的设置，这里16:9都跳出来了，在这里都能看到，我们清楚的看到我们设置的。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这是刚才的一张狗的照片，这是刚才的一个图片的一个比例啊，很明显是一个正方形的。那么我们再看这张图片，它变成了16:9，看一下啊，这个是一个长是16，高是一个9，16:9。妈，这个狗太有个性了哈，看的真的是好夸张啊！这里能看出来，Midjourney真的同样的描述词，但它每次绘出来的图都不一样。所以通过这2张图片，我们可以知道，如果说我们想要改变它的一个长宽比，我们想要设置一个比例的话，那么我们要在这个提示词后面加一个杠杠 AR 多少比多少，就能达到一个生成出来的图片就是一个我们想要的一个风格哈，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比例。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如果说你不给它任何的指示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参数设置情况下，我们只给它描述词，那么我们生成出来的图片它就是一个正方形，这个是系统默认的一个值，就是一个正方形。我们再来看一下官方的一个解释。那么在这里它在显示，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个长宽比啊，一个参数设置到它的末尾啊，提示的末尾。那么在这里呢，你可以帮你的图片设置的比例有哪些呢？比如说在这里有4:5啊，2:3、4:7、1:1、5:4、3:2、7:4等等，这个呢是比较常用的一些比例啊。那么我们只需要每一次在输入完这个提示词后加一个杠杠 AR 就能设置我们的一个比例。那么这里呢就是一个杠杠 AR 的一个作用，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我这边再重新生成一组16:9的给大家看一下，我这边再重新生成一组16:9的图片啊，给大家再参考一下。那么我这里输了一个海底有一只大鲨鱼游来游去，我们同样到这里来斜杠啊，把我们的提示词输入到这个后面，同样这里空格一下杠杠 AR 空格一下16:9，我们再来看一下哈。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一张鲨鱼的图片就出来了啊，张的血盆大口，我的个天呐，一只海底的鲨鱼啊，这个确实很形象，真的啊。大家可以观察到一点，这个都是我在没有给它任何风格的情况下啊，它给我们生成出来的一个图片呢，那就是这个样子的。在我们设置了一个长宽比的情况下呢，它就由正方形啊变成了一个我们想要的一个长宽比啊的一个比例。所以在这里我们如果说想要改变这张图片的一个比例的话，我们就要在后面空格杠杠 AR 空格加上一个你需要的一个比例。还有大家能看出来啊，这样一张图片我是没有给它任何的一个，我只是让它帮我生成了一个鲨鱼的一个图片啊，其他没有什么，它就出来的就是一张写实很真实的一个鲨鱼的一个图片，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真实啊。在这里的话，我想要改变一下它的风格，比如说我觉得这个真的啊不太喜欢的话，我想把它变成一个漫画风格、动漫风格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改变它呢？同样我们来的一个官方版本看一下，我们这里往下拉哈，那能看到这里有一个 NEGE 啊，它是另一种模型，专注于动漫风格的图像。我们来试一下啊，我们就在这个后面加个杠杠 NEGE， 它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来，我们同样输入一个 image， 粘贴一个我们的一个描述，风格还是需要啊，说错了口误，我们的一个参数还是需要空格杠杠 AR 空格16:9，那么在这里再空格一下，再杠杠加上我们的一个NEGE 哈，改变它的一个风格 NEGE， 点击一个回车，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大家能看到这里显示我们正在排队哈，我们再把我们的狗狗也来试一下吧，换一个风格，空格杠杠
AR 空格16:9空格杠杠 NEGE 一个回车。大家绘图的时候抓住一个点哈，我觉得中午这会儿绘图速度蛮快的啊，有的时候真的是小鱼儿在做一些视频的时候都要等半天。这个合租的还确实是为我们节约了很多钱啊。在这个图片生成的过程当中呢，小鱼儿再来带大家看一下米吉尔的一个收费情况啊。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付费计划啊，这里有8块钱一个月的哈，有24块钱一个月的哈，这里有48块钱一个月的。这是按年来计的话会稍微便宜点啊，你是按年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按月的，按月的情况下是10块钱啊一个月。正常情况下的话，我们定一个这个30的就 OK 了。啊，如果说想要再优惠一点的情况下呢，大家可以点击我的描述栏有一个合租的一个链接啊，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去点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有没有生成好，鲨鱼是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时候风格确实发生了变化，我先把这张图片保存一下，大家可以明显到我在这个参数后面加了一个 NEGE 的情况下，大家看一下，它真的变成了一个漫画风格的，比刚才那个好看多了。刚才那个真鲨鱼看的真的吓人了啊！真的，你看这里下面，同时它还给我们加了一个人哈，在这里看这一个鲨鱼。再看一下最开始没有任何的一个风格的情况下，它生成出来的是一个写实的，真的是张着一个血盆大口啊！这个太吓人了，这个真的不敢拿出来啊！我们觉得这个啊。动漫风格的还不错。那我刚才又生成了一个狗啊，同样大家可以看到我在这个后面加了一个 NEGE， 看一下，真的帮我们生成出了一个动漫风格的，我觉得这个看起来还不错，非常的不错啊。我把它保存一下，看原本的是这样子的，看一下啊，这是真正的一只狗啊，我觉得还是动漫风格的好一点吧，还是这个风格的好一点吧。那么我们总结一下啊，今天小鱼儿给大家讲了2个点。今天呢，小鱼儿给大家讲了一个参数的一个设置啊，一个指令的一个设置。首先一个呢，如果说想要改变我们图片的一个长宽比的话，那么我们就在后面加入一个杠杠 AR， 加入一个16:9，或者说4:3、3:4、7:几都可以啊。这个是你想要多少比多少，根据自己的一个要求来设置一个长宽比，那么就是需要加一个杠杠 AR。如果说你不加的情况下，它会系统自动给你生成出来的就是一个1:1的一个长宽比啊，一个正方形的一个图片。那么我们一个图片想要让它自动帮我们生成出来是一个动漫风格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就点击一个杠杠 NEGE， 它生成出来一个我们需要的一个动漫风格的一个图片。NEGE 大家可以看一下，生成出来的就是一个动漫风格的。这个时候在这个参数里面设置一下，它就可以改变我们的一个风格啊，非常的简单。学会了这2个方法，那我们绘图的话又简单了很多。今天呢，小鱼儿就给大家讲了这2个一个参数的一个设置。如果说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大家可以在下面给小鱼儿留言。那么下期的话，小鱼儿还会继续给大家分享米吉尔里的一个教程。有需要米吉尔里一个链接的朋友们啊，想要合租的，想要优惠的，可以点击下面描述栏或者评论区的一个链接去领取，去查看一个链接。看到这里呢，我们的朋友们啊，记得没有订阅小鱼儿的，一定要点击一个右下角的一个订阅按钮。小鱼儿每期都会给大家分享满满的干货。比如说上一期的米吉尔的一个基本功能介绍，如果说还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还有包括米吉尔的一个8大要点，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也可以把它分享给你身边需要的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